大家好，我们这节课呢来讲一讲梅花的枝干，以及梅花的花朵的形态。因为梅花嘛，它没叶子，对不对？那我们呢仅需要单独去训练它的枝干以及花朵就可以了。那么梅花枝干如果说学会之后掌握住它的规律之后呢，这些规律以及特点的话呢，是可以适用于一些桃花呀，适用于一些所有的木本的一些花卉当然一些不同的花卉呢，需要一些不同的变化。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梅花它的枝干有什么特点我们先讲梅花的枝干，非常关键那么梅花的枝干它是比较苍老的，因为它是在冬天开花嘛，给人感觉这个枝干是非常苍老的非常有力量感的这个是它的一个表象，一个感受。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来观察它，细微的去观察它。枝干的话呢，这是一根主枝干一根非常主要的主枝干，对不对？主枝干是比较粗的，这是它的主枝干。主枝干的话呢，它比较粗。辅枝干也叫旁枝辅枝干和旁枝的话呢是比较细的，旁枝上面还有更小的枝干，更加细了，对不对我们来观察它，主枝干最粗，旁枝最细，小枝干上的小枝干又更加变得细了。那记住这个规律，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呢，在画画的过程中也同样适用这个原理。主枝干粗，旁枝细，枝干是越长越细的不要破坏这个自然的规律所有的枝干，所有的木本枝干基本上呢都是在适用于这个规律的。那么还有什么形态呢？枝干的穿插，梅花枝干的穿插是非常具有特点性的也是非常这个容易观察到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根枝干这儿的话呢是一根旁枝，然后这儿的话呢又是一根枝干，它们分割成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呢？一个三角包的形状。这边也是一样，从这儿走过来之后，这儿的话呢又有一根小枝干，自然这样一穿插，又是一个三角包的形状。从这儿长过来之后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呢又是一个三角包，是吗？从这儿长过来，画面当中大家会发现好多个三角包这儿也是一个三角包，是吗？这儿如果说穿插过来之后，好多个三角包的存在，对不对？好多个三角包的存在。其实呢，这个三角包的穿插法则不仅适用于梅花上面一些桃花其他的木本呢都可以运用进去的。那么正因为有了这些穿插，之后，那么给人感觉呢，这个画面它才具有前后的层次变化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些规律，我们应该怎么去练习呢？接下来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练习梅花的枝干的画法。那么练习梅花枝干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尖毫毛笔，也可以呢选择比方说点墨成金这个尖毫是可以的，或者是呢也可以选择比方说雄狼尖毫一些这个毫质更加硬一点的去画枝干都是可以的。那么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从主枝干开始练起。主干的话呢是比较粗的注意调墨的环节注意调墨不是随便乱调的，而是说呢笔尖上调的浓墨，大家一定要注意是笔尖上的墨色浓，笔肚上的墨色呢稍微浅一些，让它有一个自然的一个过渡变化。调好墨色之后，我们开始画主干。一般我们画的时候呢是从下往上去画它或者是从上往下也是可以的。大家前期练的时候呢，可以尝试从下往上去画它，这样逆推着去画它。画主枝干的时候可以用中锋甚至说侧锋都是可以的轻松的画出一根枝干，比较粗的一根主枝干就可以了。注意这根主枝干呢，不要让它粗细变化太大你不要说这儿很粗，突然间变得很细是吗？它就不好看了。粗细变化不要太大。那么小枝干也就是旁枝的话呢，出的时候要适当的细一些。那么一般的木本的枝干它有一个规律性，它有一个大的规律，就是这边出一枝，那么左边的话呢，它一定也有一枝这样的话它更符合木本的一个自然形态你全长一边的话，显得就不太好看了嘛它也缺少这种阴阳的对比变化，这边一枝，这边一枝，
出来之后，它更加生动。那么我们刚刚讲了，它们组合的穿插的形态，通常情况下呢是分割成三角包的形状，这也是木本植物啊画木本植物的时候最常见的一个枝条的穿插。怎么穿插呢？我们这儿画上一个，这儿是不是分割成了一个三角包啊？我们经常如果说有了解过国画呢，会听到一些女字形穿插法啊。其实呢，这个就是女字形啊，咱不用去考虑那些那么复杂的一些语言模式其实呢，女字形，看这儿好像是一个女字形，实际上呢，我们简单来理解，它就是分割了一个三角包。那这边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给它分割一个三角包。这种穿插模式是最普遍的枝条穿插法则不仅适用于梅花，其他的木本花卉都是适用的。那这个就是主枝和辅枝。那当然，我们这个主枝和辅枝的话呢，是可以画的更加复杂一些的。那比方说，我们再画一枝，这儿又有一个主枝干这边的话呢，一个辅枝干，这儿穿插一下这儿呢也穿插一下。不断的在分割这些三角形的结构不断的在分割这些三角形的结构。那这样的一支枝干好看吗？对吧？它是比较生动的它是比较自然的。比方说这边我们再加上一支，对吧？可以不断的去适用这个法则不断的去适用这个法则就可以了这是枝干的练习方法。那么大家呢可以找到这种感觉进行多练习。注意主枝干是粗的，辅枝干呢旁枝是细的把这些规律掌握一下。那么我们继续往下讲当然我们比方说用这个尖毫毛笔点墨成尖用这个稍微软一点的能画吗？也是没问题的。然后画的时候我们来画一个主枝干从上往下也是可以的。主枝干是比较粗一点的，然后呢旁枝是比较细一点的。那么旁枝下来之后大家注意，旁枝下来之后它还能加旁枝还能加更小的旁枝。主枝干更粗，旁枝更细。旁枝它旁枝上面的小枝干更加细。那这是呢它的一个大规律。我们可以从下往上去练，也可以呢从上往下去进行练习。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掌握这种方法掌握这种穿插的方法。在后期的一些其他的花卉当中呢，会经常用到这个穿插法则注意主枝干粗，小枝干细。但是呢，我要在这里给大家重复一下，不要画成什么样子？不要画成主枝干很粗，然后呢变得很细非常非常细，是吗？很粗变得非常非常细。不要画成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它是不好看的，它是缺乏一种力量感的。画的时候主枝干慢慢的变细或者是呢每错一下，每错一笔，然后变细它，对吧？这个叫错笔，每错一笔然后稍微变细点，每错一笔稍微变细点。为什么它会变细呢？是因为这个地方树枝可能断掉了，它就长了一个新的枝。看这个地方本来从这儿应该长出，但是断掉了。断掉之后呢，长了一个新枝，所以这个新枝它是比较细的记住这个规律，记住这个大的法则，那么就可以了。大家的话呢，就是可以根据我刚刚讲的这些呢，多进行练习当然呢，比方说我还可以再继续添加呀，对不对？还可以再继续添加一些枝干不断的去添加它就可以了这是梅花枝干的一些处理手法。那么还有一个枝干我们需要注意起来，就是说枝干的穿插的话呢，要有一定的规律性。那我们大家看一下我画的这个呢，整体的一个势整体的一个枝干的趋势走势都是朝向左下方的，对不对？那么大家画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一个取势的问题，也就是呢在国画当中讲究的开合问题。不要四面出枝，画的时候可以稍微有点方向感，比方大部分都是朝左下方，但是有个枝干的话，你看朝向了左上方，对吧？这个枝干呢，它就属于破的一个枝干，也可以呢把它称为辅枝干
啊，一幅作品当中一个主事，一个辅事，对不对？哎，辅助的辅啊，辅助的辅。那么这样的话呢，对吧？一个主啊，一个是辅。那这样的话呢，整体画面之后啊，它会有变化。那不要画成什么样啊？我做一个错误的示范。很多同学画梅花枝干的时候呢，尤其是前期啊，容易画成发散状的，就是一个主枝干啊，这儿画下来了啊，这儿也画一个枝干，然后呢这边也画一个枝干啊，甚至呢，哎还往回勾啊。那么有这边的趋势啊，有这边的趋势，也有这边的趋势，八面出枝，八面出枝。它就显得不生动，没有一个主体的一个势，显得这个画面啊，它就会显得稍微凌乱一些啊。前期练习的时候呢，不要八面出枝，练的时候呢，要有一个主的趋势啊，主枝干主的趋势，辅枝干的话呢，也是主要朝一个方向。那么一些小枝干当然无所谓，你比方说我这儿啊，我想加一个小枝干，或者我这边啊，我想加上这么一些小的枝干，这个是没问题的。主枝干以及辅枝干啊，整体的一个趋势朝向一个方向，那么就可以了。啊，我来再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啊，大家呢也可以跟着我啊一起感受一下。那比方说啊，一个主事从这儿穿插过来一个啊主的枝干，对吧？一个主枝干，那么一个主事呢就是朝上涨的，对不对？那还有一些啊辅枝干。啊，还有一些辅枝干，那么这个辅枝干朝哪儿呢？这个辅枝干还是围绕这个主枝干去长的，对不对？它并没有破坏它啊，它并没有破坏它的。包括呢，比方说我们这边继续往这边长，那么这个枝干整体朝向都是没问题的。那突然间，我这儿我再加一个枝干，这样一个枝干是不是就成一个破的一个趋势呢？啊，当然这个枝干没问题啊，长在这儿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不加工、不经过处理，那么整体的一个画面的趋势呢，就会孤零零的，显得太单薄这块儿。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们讲究一个阴阳的聚散，讲究一个阴阳的变化，整体啊我们要朝向一个方向。但是呢，有些调皮的一些枝干，我们怎么去处理它呢？可以往回勾，画枝干的时候啊，往回让它勾一下。啊，往回让它勾一下，那么它上面长的这些枝干呢，往回勾完之后，它这个势又往回走了啊，又往回旋转了。这边的势往上涨，这边的势呢也是往回涨了。那么整体的一个画面感觉，它显得就会更加生动。当然呢，一个破的枝干啊，它显得不够生动啊。我们当然旁边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些，加的这些小枝干，也是一样，整体又回来了。啊，虽然这个枝干很跑偏，但是呢，我们通过调整，通过后期的一个加工，又把它往回长了。那么整体的这个画面的一个枝干的一个构图以及枝干的取势就非常生动了。啊，当然啊，之前我们讲的那些都要运用上去啊，比方三角形的分割是吗？哎，三角形的分割不断的穿插，哎，这边也是一样，三角形的分割不断的去进行穿插就可以了。啊，这个呢就是枝干的一些画法。当然呢，其实大家掌握这个枝干之后，对于我们构图来讲呢，也得到了一个提升，对吧？枝干定好位置，那么构图呢，基本上就定好了。那接下来呢，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说，花朵的一些画法。那么接下来呢，我来讲一讲啊，关于梅花花瓣的形态。那么梅花花瓣呢，通常啊是5个花瓣组成的。我们来看一下，一个花瓣啊，这边是一个花瓣，2个花瓣啊，3个花瓣，4个花瓣，5个花瓣，对不对？5个花瓣组成。那么我们画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要画5个花瓣。这个是一朵正面开的花。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梅花的花瓣它是比较圆的，它和桃花不太一样啊。桃花的话呢，花瓣比较长，相对来说比较长。梅花的花瓣呢比较圆，并且说呢，它的一个外轮廓，整体的外轮廓也是比较圆润的。那这是它的特点，我们画的时候呢，要把它画出来。再有的话呢，像这种侧面的花瓣也是一样，一个啊，2个，前面侧面花瓣呀是比较扁的，后面的3个花瓣呢，看一个、2个、3个，后面3个花瓣呢是比较胖的，比较圆润的。啊，画的时候呢，侧面花瓣
要注意它的形态变化还有一些呢就是花苞是吗？花苞的话呢，像这种是没开的，完全没开的花苞。那么还有一些花苞的形态的话呢，会呈现出这样的，就是半开式的。可能已经开了一个花瓣能看到一个花瓣。这边的话呢，可能也能看到这么1、2个花瓣，5个花瓣可能看不全，只能看到那么3个，看到4个的时候还有这种半开式的花苞。那这些形态我们用国画手法应该怎么去处理呢？我来教大家练习一下，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一起来训练，一起来练习一下的。练这种它的形态实际上呢，对于我们之后要画到的白眉的画法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我们可以调一个淡墨，墨色的话呢，不用太重，不用太浓，适中的一个墨色就可以了。画的时候呢，我们先从花苞开始画起吧。花苞比较简单一些。画花苞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梅花的花瓣比较圆，包括梅花的花苞，我们来看一下，它其实也是比较圆润的一个小圆圆的小球形。那花苞怎么画呢？很轻松画的时候呢，用笔大家注意，用笔的话呢，按下去，快速的提起来，按下去，快速的提起来，画成这样一个偏圆的一个花苞的形态就可以了。这边也是一样，加上它2个没开的一些侧面的一些花瓣的形态，那这就是一个小花苞。当然，小花苞我是2笔画出来的。那还有一些花苞的形态的画法呢，比方1笔我们1笔画它的花苞也是可以的。你像有些画家画的更加大写意一些是吗？1笔也能画出一个花苞，也是没问题的那么看大家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多练习跟着我的节奏可以多进行练习小花苞一个花瓣的形态，还有一些的话呢，可能一些偏侧面的、偏背面的一些花苞形态还有一些就是像我们下面这个花苞的形态，半开的、即将开放的一些小花苞。那这种小花苞的话呢，我们可以一个小花瓣这边的话呢又一个小花瓣这边呢又有4到5个花瓣，这就是一个花苞的形态。那还可以怎么画呢？比方说，这个是朝这边开的还有一些，比方朝这边开的一些，是吧？这也是一个即将开放的一些小花苞的形态。当然呢，我们需要点上它的花托。它的花托的话呢，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花托是非常明显的，花托呢也是非常大的。它的花托是由5个花托组成，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们能看到的花托，往往呢也就这么1、2、3，往往也就能看到2到3个花托。所以说呢，我们在画花托的时候通常情况下画2个到3个花托就够了。当然呢，第3个花托往往呢会和这个枝干它的一个对吧，一个小的小花柄连接起来。那怎么去处理它呢？我们用国画写意的手法处理的时候呢，就用墨点，就用这个浓墨点去点它就行。大家注意，它的花托呢一般都生长在2个花瓣的中间，这边一笔，这边一笔，这儿呢是它的一个小花柄，这边一笔，这边一笔，一个小花柄。注意我再重复一下，画的时候呢要有一定的连贯性。左边往上挑，右边呢往回收，一个小果柄，就像写连笔字儿一样就像写行书一样，要把它连贯起来，这样出现的一个小花托呢，它会显得更加生动。包括下面的花托也是一样，对吧？这边也是一样的，这边的话呢也是一样的这边同理要有一定的写行书的感觉。当然前期的话呢，大家对于控笔能力不高的情况下呢，可以点得很认真一点比方1个、2个、3个也是可以的。熟练了之后呢，甚至还可以这样点，是吗？都是一些画花托的一些处理手法。那么画上花托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花托里面呢，即将开放的一些花托里面呢，是可以看到一点点的花蕊的。那么花蕊怎么画呢？我先来画上它。花蕊是由蕊丝以及呢花蕊组成的，这个是蕊丝这个是蕊丝，蕊丝上面才是真正的花蕊。
花蕊点呢是比较大的，蕊丝上面才长的花蕊啊，一定要记住这个特点。这个呢是花苞啊，花苞的画法。花苞的画法。那么还有一些呢，盛开的，对吧？这个是花苞，还有一些花冠。花冠的话呢，它的形态啊就更加丰富一些了。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花冠的话呢，它有些是正面的，对不对？有些是侧面的，并且说呢，花冠上面啊，它还有明显的花蕊、明显的蕊丝。那么它的一个蕊丝那么它的一个蕊丝的话呢，都是长在花朵的中间，从中间生长这些蕊丝，呈放射状生长的这些蕊丝，对不对？记住这个规律，记住这个特点。再有呢，中间是雌蕊。中间是雌蕊的然后周围的话呢是雄蕊的蕊丝以及雄蕊然后我们画的时候怎么去画它呢？正面的是比较简单的，正面的花的话呢，就像5个花苞一样，比较圆润的5个花苞。画的时候呢，1个2个3个4个5个，这是一朵花。那么我们如果说画的再小一些这个你看这儿画的比较小了是吗？我们多练习1个、2个、3个、4个、5个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处理手法呢，是1分为2的处理手法。画这个花瓣的时候呢，一个花瓣由2笔组成，一个花瓣由2笔组成，一个花瓣由2笔组成，每一个花瓣呢都是由2笔组成也是一种画眉的方法。那么大家看喜欢哪种就用哪种就行。那画好花瓣之后我们开始加它的花蕊。正面的花朵的话呢，我们是看不到它的花蕊的正面的梅花呀是看不到它的花托的，只能看到它的花蕊，并且说呢，它的花蕊非常的多。怎么画花蕊呢？可以把它的雌蕊用一个小圆圈去代替它雌蕊呢用小圆圈去代替。然后呢，雄蕊画的时候呢，先画它的蕊丝，从中间长出的这些蕊丝呈放射形状去画它。用笔的话呢，可以稍有提按的变化，可以外围粗，也可以呢外围细这个是画蕊的多种方法，大家都可以运用进去的。比方说外围粗一点，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快速的提按的变化，把这个蕊丝呢给它画出来，对不对？把蕊丝给它加上去蕊丝加上去之后呢，花蕊的蕊丝的顶端是生长的雄蕊的。雄蕊的话呢，我们可以画的稍微大一点，按下去，一个一个的大花蕊是吗？把它点出来，每个蕊丝上呢都长了一个花蕊就够了，就可以了，对不对？把这个梅花它的形态就出现了，它是看不到花托的，所以说正面的花呢，我们没有必要去画它的花托。那还有一种形态的话呢，花冠的形态是侧面的。侧面的话呢，变化就比较多了。比方说往旁边这个侧面的，对不对？这种侧面的朝左上方开的花怎么画呢？画的时候两个是比较瘦一点的花瓣，然后后面的花瓣呢是比较胖的。画的时候呢，紧随它的结构去画它就行。中间看这边2个是比较瘦一点的，后边的3个花瓣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胖一点的，对吧？这就是一个侧面的花朵。还有呢，你比方朝这边开的是吗？朝这边开的我们也是一样的，
前面2个呢是比较瘦一点的，后面3个呢是比较胖一点的。那还有一种形态啊，是前面3个可能都比较瘦啊，我们看一看这个上面有没有啊？前面3个都比较瘦，那比方说像这个形态，前面3个都是侧面的，那后面2个的话呢，只能露出来一点啊，或者这个这种可能更明显一点啊。你看，这儿是一个侧面的，这边也是一个侧面的，这边啊也是一个侧面的，那么后面2个是比较大的。那这种情况怎么画呢？也是一样的方法呀。看1个、2个3个，后面2个花瓣呢比较大啊，把这个写生出来的东西，把这个观察到的自然界当中的东西啊，把它高度的概括到宣纸当中来。我们不是在对着它描摹，我们不是在对着它真正的去照抄，而是说呢，对着真实的梅花，我们把它的结构、把它的规律了解清楚了，然后呢，画的时候是画的它的规律，画的它的方法性啊。那么我们侧面的梅花的话呢，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些花蕊。我们既能看到花蕊，也能看到花托。花托的话呢，藏在花瓣的下方，花托藏在这些中间的地方，对吧？花托是藏在这些中间的地方的。那么它的花蕊呢，同样可以看到。花蕊的话呢，雌蕊看不到了，但是雄蕊是可以看到的。我们呢可以把它的雄蕊给它点上去，也是一样。蕊丝的话呢，从外向内侧去点。蕊丝的上面是它的雄蕊这边也是一样啊。这是它的蕊丝上面的话呢是它的雄蕊。这种也是一样的，蕊丝，雄蕊，对吧？这就是侧面的花朵的形态。当然，侧面的花朵的形态呢，可能还有一些更加侧面的，我来展示一下啊。还有一些，那比方说是这样的，这个花已经非常侧面的了，它的一些远处的一些花瓣呢，露出来非常少了，只能看到前面3个花瓣，后面的2个花瓣呢露出来非常少。那么它会形成这种趋势形成这样的一个态势。那这个呢是正侧面的花瓣也要进行练习。那么大家呢，在练梅花的过程中不仅可以练我课上给大家示范的这些，那么大家呢是可以根据我刚示范的这些白梅的勾勒方法可以多进行练习，朝上的、朝下的、朝左的、朝右的，多进行练习。那么对之后的绘画呢是非常有帮助性的。继续点上它的蕊丝，对不对蕊丝上面是它的花蕊。那么还有一种形态是什么样的形态呢？是背面的梅花。我们来看一下，背面的梅花和正面的梅花就不一样了背面的梅花的话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背面的梅花，你像这个是背面的梅花，只能看到一点。背面的梅花呢，我们只能看到一些花瓣的形态，但是呢，一些花蕊是看不到的。同理的我们反过来了嘛，只能看到它的花托，只能看到花托，看不到花蕊。那么这种形态呢，就是背面的形态。当然花瓣都是圆的，花瓣的结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反过来了。那我们画的时候呢，就比较简单了。画的时候和正面的画法是一样的，勾勒方法都是一样的，也是1个2个3个4个5个。注意，勾勒好之后不要画它的花蕊，而是呢直接在背面点上5个花托，中间这些缝隙的地方1、2、3、4、5是吧？5个花托，这边的话呢是连接的枝干，它是一个背面的梅花，这样去画它。那么当然有时候呢我们会加以想象，因为它毕竟是有花托的嘛，有时候我们会加以想象。怎么加以想象呢？它虽然看不到花蕊，有时候我们会刻意加上那么一点点的花蕊，显得它更加生动。比方说像这些地方稍微的加上那么1、2个花蕊的时候呢，大家会感受到这个花好像能露出那么一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非常漂亮的一朵花，背面的就可以了，很简单。
那么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花苞以及花冠的一个形态。那还有一种我们在还有一种画法的话呢，就是这个我们画的是白梅，那还有的话呢，就是一些红梅。那只不过呢，就是梅花的颜色啊，我给大家找的这个梅花呢，它是白色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梅花是红色的啊。梅花是红色的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调颜色去把它进行绘画，去把它进行刻画了。那么在画之前呢，我给大家呀分析一下它的白描形态。注意啊，这个梅花的形态呢，它和一些梨花不太一样啊。梅花的形态的话呢，花朵都是直接长在枝干上的，对吧？花朵都是直接长在枝干上的，所以说呢，我们在画的时候要记住，它没有一个长长的花柄，它的花柄很硬很短，这是它的特点。我们在刻画的时候呢，我给大家用白描的形式啊来详细的刻画一下。这是它的一个枝干，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枝干的画法了，是不是？那么通过白描的手法的话呢，就是把枝干呀变化成双钩的手法，运用双钩手法去画它。大家呢都可以啊跟着我呢一起啊感受一下。从这儿我们可以断开啊，断开干嘛呢？断开啊是为了这儿画上一朵正面的梅花啊。这边一个花苞啊，这边一个花苞，这边一个花苞，哎，5个花苞是一朵正面的花。花的后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花瓣啊，它是正面的，对不对？大家仔细看好啊，这个花瓣啊是一个正面的花瓣啊，正面的花朵。那么正面的花朵，它是紧贴枝干的。如果说这个枝干上啊，它的枝干的正面长了一朵花，它的枝干的侧面又长了一朵花，那么它侧面的话怎么画呀？它侧面的这个花还是正面的花吗？侧面的花它可能就是一个朝上方开的一朵花了，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画呢？我们可以啊把它画成这种形态，一个啊2个3个，对不对？画成这种形态的。那么它的一个花托的话呢，可能就会出现在这儿啊。还有一些情况呢，花蕊它就朝向了后方，对不对？这是花朵的它的一个自然的形态的特点。还有一些枝干上呢，这边啊可能会长上一些花苞，哎，一个小花苞。那这边的枝干呢也是一样，这儿啊可能长了一个侧面的梅花。画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看1个、2个，哎，2个侧面的花瓣，3个比较胖的花瓣。点上它的花托啊，画出它的花蕊。好，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想画小写意的，或者是呢想画这种白描的一些作品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啊。但是这个大家可以先理解的去记忆啊，理解的去学习。然后稍后的话呢，我们画成幅作品的时候，还会出现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说我现在画的是一个枝干的形态，对不对？那有些时候呢，我们这一幅作品当中啊，它不仅仅是这一枝梅花，它会出现好多枝梅花的情况。那么好多枝梅花的情况下呢，它的梅花的组合变化会变化的更丰富。那比方说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这边是一朵正面的花啊，这边啊是一朵正面的花。啊，那么这朵正面的花呢，先把它画出来。花蕊呢可以适当的点的稍微大一点也是可以的啊。哎，这儿是一朵正面的花，一个小枝干啊穿插过来。那么旁边可能还有一个枝干啊，也这样穿插过来了。那么这个枝干两相交在一起的话呢，这儿可能还有一朵正面的花。那这个时候呢，被挡住了一半啊，另一朵花呢被挡住了一半，只能露出来一小部分。它的一个花蕊的形态啊，也会长在前面，它会呈现出一种叠加形式的状态，对吧？2朵花叠加在一起的形态。那这种情况呢，在梅花作品当中其实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大家呢可以多进行练习
啊，两朵花相交，两朵花啊叠加在一起，还有一些啊，比方说这儿啊，我画了一个侧面的梅花，它是一个正面的，这儿呢就是一个侧面的，哎，三朵花叠加在一起了。那三朵花可能还不够啊，后面的话呢，还有一些小花苞的存在啊，一些半开的小花苞的存在。那么这一块是不是越画越密集啊？越画越密集啊。然后有些地方呢却比较稀疏，比方说呢一个枝干啊穿上来了，啊其他地方咱都不画了啊，旁边周围咱不要画了。这个时候呢，我在这边加上一个孤零零的这么两个小花苞。对吧？加上孤零零的两个小花苞，那么单看这一枝小梅花，是不是觉得非常美呢？为什么非常美呢？就是因为产生了这种聚散的变化，产生了这种多少的变化，出来的效果呢，它就好看，它就生动啊！大家呢可以先感受一下梅花的这种大感觉啊，可以跟着我呢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来讲一讲如何用颜色去画它啊。白梅啊，刚开始练的时候比较难，但是呢，练熟了之后，你会发现白梅比红梅画起来还要简单一些啊。那么红梅，画起来前期感觉简单啊，但是到了后期的话呢，感觉红梅其实有点单调啊，不如白梅画出来更加生动一些，更加自然一点。这个呢，大家都需要进行练习啊，因为我们一幅作品当中嘛，不可能画梅花哦，全画白梅或者全画红梅，对吧？一辈子我只画白梅，显得不太现实嘛。那红梅我来讲一讲。那么红梅的画法呢，和白梅的画法啊，结构形态是一样的，只不过呢，运用了一些专门的调色的手法。我们可以啊，找点墨成金去练它，找尖毫毛笔去练它。可以选择什么样的颜色呢？可以选择胭脂颜色。胭脂颜色是作为一个辅助的颜色啊，然后呢，再选择一个曙红颜色。啊，这个是曙红颜色啊，还有呢就是胭脂颜色，然后找一支这个毛笔啊，就是点墨成金中号啊，或者大号都可以，或者是小号也是没问题的，选择专门画红色的毛笔就行。画的时候呢，先调一个曙红颜色，笔尖先调曙红色，然后在笔尖上大家注意啊，毛笔调的时候呢，不要调到笔肚啊，调到毛笔的1/2的地方就够了，甚至再靠前一些都没问题。在笔尖上最尖上呢来点胭脂颜色啊，把它混一混，把它调一调就可以了。调好之后呢，直接画它。注意啊，梅花的花瓣是比较圆的，我们画的时候呢，就画一个小圆点儿都是对的，不要太圆，不要描它。注意不要描它，就是按下去，大家注意按下去，就是一个梅花的花苞，是吗？梅花花瓣也是这样画的。这边也是一样，比方说梅花花苞啊，我们先练习一下梅花的花苞，哎，比较圆润的，两边呢有一些花苞的一些小侧面啊，一些另一半的小花苞是吗？把这个小花苞呢，我们可以练一练，包括这种形态怎么练呢？也是一样，哎，一个、两个啊，三个、四个、五个啊，还有一种这种朝这边的也是一样的，一个圆润的啊，两个、三个、四个。4到5个花瓣就是一个梅花的花朵。那么还有一些正面的怎么画呢？正面的呀也是一样的啊，注意1笔啊，2笔、3笔、4笔、5笔啊，注意啊，用笔的时候呢，要用的稍微圆润一些，整体的花朵是圆润的，每一个花瓣呢也是比较圆润的，可以用到一些回锋的手法，就是一些回锋，那不要这样按下去，这样就太尖了。回锋啊，稍微往上带，往下压啊，稍微往左带，往右回，这种叫回锋啊。如果说你直接按下去，这就尖的。往回收一下，花瓣就更加圆润一些啊。要注意这个用笔的变化啊。当然呢，你像中间这个白色呀，可以留，也可以不留，都是可以的。这种呢就是正面的花的形态啊，包括背面花的形态呢和正面花的形态是一样的。那比方说啊，1个、2个、3个、4个、5个，对不对？
这个呀也是一朵背面的梅花，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正面的。还有一些侧面的怎么画呢？我们来看一下侧面的梅花的形态的话呢，它是前面2个比较小，后面3个比较大，对不对？那画的时候呢，就把它的规律给它画出来啊。注意侧面的话呢，因为它比较扁平，所以说呢，它是比较尖兮兮的，它是比较尖一点的。画的时候呢，这2笔啊稍微瘦一点，然后后面3笔呢，注意回锋，对吧？后面3笔要圆一些，后面3笔要圆一点，这是梅花它的一个自然的形态的变化啊。朝左上方的啊，朝右上方的怎么啊？朝右上方的，朝左上方的也是一样啊。1、2、3、4、5，对不对？这样去画它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形态，那比方说，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呢？中间这个花瓣比较大啊，然后呢，这种形态的，对吧？远处的花瓣露出来非常少啊。还有一种侧面的花瓣是这种形态的，以及呢，如果说把这些花朵呀，把它组合起来啊，一会儿我们练组合的，那么大家画好这些之后，可以呢把它的花蕊、花托点上去。点花蕊和花托的时候，需要注意等它半干的时候再点啊，等它稍微干燥一些的时候再点，因为现在点的话呢，它容易晕开啊。包括我们刚画完之后，你看我没有点，然后画了好几朵花之后，我们再去点它花蕊、画花托，它就不会晕得太开啊。点花蕊和花托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胭脂颜色去点啊。胭脂颜色如果说感觉颜色不够啊，不够重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这个胭脂颜色里面少量的加一点点墨，调成一个胭脂墨的这样一个颜色，去点这个梅花的花蕊，以及呢它的花托都可以用这个颜色。点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和点白梅就是一样了。2点，2到3点，点出来啊，2到3点是吗？点出来就可以了。这边也是一样，看2到3点，把它的花托给它点出来。感觉颜色浅，我们呢就可以加重它啊，稍微加重一点就可以了。那花蕊的话呢，同样的啊，花蕊和我们点那个白梅的时候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红梅的话呢，其实它的花蕊是黄色的，对不对？黄白的一种颜色。那我们点的时候呢，可以把它点成黄颜色的花蕊啊。那通常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个黄色显得有点太跳，有点太突兀，稍显得有点火气。所以说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很多文人画家的话呢，会把这个梅花的花蕊点成这种什么颜色？点成这种胭脂颜色。当然有些品种的话呢，它的花蕊确实是重的啊。通常情况下，我们选择的时候呢，点的这种重颜色的花蕊。中间是雌蕊啊，周围的话呢是一些比较细的蕊丝啊，然后呢一些雄蕊点啊。雄蕊点的话呢，也可以怎么点呢？也可以适当的让它全部朝内侧行笔，全部让它朝内侧运笔，出来的效果呢，显得会更加自然一些。全部向内侧行笔更加自然一点。当然还有一些花蕊的话呢，比方说有时候呢，我们点花蕊不用点的太大，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点的小一点也是没问题的，看大家的一个喜好。画画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事儿不是说必须要这样画或者必须要那样画，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审美体系才行感觉大的花蕊它比较稳重，那么就点大的。感觉小花蕊它比较秀气，那么呢就可以用这种小的花蕊点法这个呢是根据我们个人的一个审美习惯去决定的。那以上这些的话呢是红色的梅花的画法。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粉色的梅花以及呢一些其他各种各样的颜色的梅花。那其他颜色我们怎么画呢？我们可以调颜色上产生变化就行。
那比方说呢，我们再来教大家一个粉色的，粉色的话呢和红色是比较接近的，一个太白颜色，一个曙红颜色就够了，其他颜色呢不太需要。先调太白颜色，我们笔肚上呢先调太白颜色，调成接近牛奶形状的一个太白就行。然后呢，笔尖上大家注意笔尖上去调曙红颜色，就像我们笔肚调曙红，笔尖调胭脂一样让它颜色呢产生一个过渡变化。我们现在呢是笔尖上调的曙红，那么画起来呢是一样的。现在画上去之后它是粉色的，我们来画。那比方说一些花苞，这是一个小花苞，一些侧面的花，1、2、3、4、5这是一个侧面的梅花。那还有一些，比方说朝这边开的一些侧面的，1、2、3、4、5，对不对注意把它画的稍微圆一些整体的一个外轮廓呢，让它接近圆的一个感觉这个是梅花的形态，不要画成长的。我们可以多进行练习各个方向的，对不对？多进行练习，各个角度的都可以进行练习的。还有一些比方正面的，正面的粉色也是一样，1个2个3个4个5个，对不对？正面的，比方背面的也是一样的，1、2、3、4、5，对不对？形态的话呢都是比较接近的。那么当然它的花蕊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胭脂颜色多一点，墨色呢稍微少一点，因为这个花本来它比较浅了，现在那么我们就可以呢胭脂多，墨色少。中间画的时候呢，中间一个雌蕊周围的话呢是一些蕊丝蕊丝的顶端呢是一些雄蕊轻轻一带一点就可以了。有些雌蕊的话呢是看不到的，直接从中间点出这些蕊丝就可以了加上它的一些花托。好，那么大家除了练习我刚画的这几朵呢，大家可以在一些生宣纸上多进行练习快速掌握这种节奏感快速掌握这个画花朵的一个规律性。正面的花呢，中间一个雌蕊周围的话呢是一些雄蕊。那么背面的花的话呢，花心是看不到的，只能看到一些花托这是它的花托。然后一些花心的话呢，可能偶尔能露出这么一点点的花蕊出来点上它2、3个就够了这个是背面的形态。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一朵都绘画了，有些情况下呢，很多的情况下呢，我们不会说一朵一朵单去画它，而是说呢会有一些组合的形态。那我们单朵的都会画了之后，在组合的时候呢就比较简单了就像我画白梅，它也有组合形态红梅也是一样，粉梅也是一样。怎么组合形态呢？我们可以先画枝干我们简单来画一小幅。我们可以呢先用一个点墨成金大号尖毫毛笔，笔尖上呢多调点浓墨，笔尖上注意是笔尖上多调点浓墨，然后笔肚上呢保持一定水分。我们开始画这个梅花了，先画梅花枝干。想画一幅作品的话呢，可以先从梅花的枝干开始画起。枝干的话呢，代表着一个成幅作品的一个曲式。那把它的一个曲式取好之后，再去画梅花的时候呢，起到的是一些辅助的作用，辅助的效果。那比方说我们就可以按刚刚我们画的一些枝干的感受这儿是一个梅花枝干，对不对？整体的气势的话呢，是从这儿往上去走的。那么还有呢一些梅花枝干上面，它会有一些小的枝儿小的枝干的话呢，它是有一些曲式的一些变化的。从这儿穿过去之后，从这儿长出去了，从这儿长出去了。那么呢，有些时候一些枝干它会比较调皮，它不全是朝这儿长的，有些枝干呢，它从这儿长了，那怎么办呢？给它往回收一下，
是吧？往回收一下。那这些断开的地方干嘛呢？断开的地方呢，就是一会儿啊用于我们画它的花朵的地方，画它的花苞的地方。就是前面的花把枝干给挡住了，我们可以呢适当的留有一些空隙，留有一些空白，为的就是呢一会儿我们画花朵的时候可以用得上。注意这些枝干的穿插呀，全部都是在分割这个三角形的结构啊，大家注意。再有一点呢，注意这些小细节，我刚刚补了一笔啊，不补这一笔的话呢，感觉这个枝干呀是飘着的，它没长上。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枝干要长出去。这儿的话呢，稍微让它粗一点，按下去，看这些地方都是按下去长出去的，按下去长出去的，让它长在这个枝干上面。这样的话，枝干画出来啊，它才更加的有力量感，更加的生动。我们一样，比方说啊，这儿也穿插上一个，你像这边我们还能继续穿插它的啊，不断的找这些小的枝干的穿插，就可以了。当然，一些小枝干稍微让它有一个破的趋势也是没问题的。注意啊，主枝干粗，小枝干细，越来越细，越长越细。好，那画好枝干之后呢，我们这儿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曲式呢？一个很粗很壮的一个枝干，下边啊，我画了一个小枝干，起到一个阴阳的对比作用。枝干一颗显得孤零零的，加上一个小枝干，在我们山水画当中啊，其实这个就叫老的带着小的，对吧？一个老的枝干带着一个小的枝干，好像呢，爷孙俩一样，对不对？那么可以把这些方法的话呢，运用到我们花鸟当中。一个老枝干加上一个小枝干，刚长出来那个新的梅花枝，显得这个画面是不是更加生动一些了呢？就是更加人性化了一些，对不对？那我们继续画它。画好枝干之后啊，就开始画它的梅花了。梅花的话呢，我们可以，比方说选择红梅也行，或者选择粉色的都可以。我们直接顺着这个毛笔去画吧，就画一个粉色的啊。可以先调一个太白颜色，粉色的梅花的话呢，相对来说是非常简单的。大家呢可以先练这种粉色的，先调一个太白，笔尖上呢再调一点点的曙红颜色。笔尖上再调点曙红，然后画的时候呢，注意有些花朵呀是正面的，比方说我们这儿我可以画一个正面的，1、2、3、4、5，对不对？是一个正面的花。那这朵花的后面的话呢，它还露着一些远处的花，一个侧面的花。这边的话呢也是一样，1、2、3、4、5这是一个侧面的花。这儿的话呢还有一些小花苞。对不对？还有一些小花苞的形态，这边还有一些含苞待放的一些小花苞，再往上面去，这儿还有一些小花苞。画的时候呢，要记住一个规律性，画梅花呢，加梅花的时候，实际上呢，我们是在画画面的一个聚散的变化一定要记住，画的不仅仅是花，画的呢还是一个画面的聚散。那这边花比较多，整体的趋势的话呢，也是朝向这边的。那这边的话呢，注意花朵呀就不要加的太多了。花朵的话呢，可以少量加一些。比方说我这儿画上一个侧面的，正好长在这个枝干上的，这儿我得加上那么1、2朵梅花的花苞就够了，对吧？不要加太多。这边是比较少的，比较稀疏的，这边是比较密集的。那么这边的话呢，同样整体的一个趋势都是朝这儿的嘛，所以说这边梅花一定是也是比较多的。画的时候呢，运用我们刚刚单独练习的那些方法直接去刻画它就行。这边我们加上一个侧面的，侧面的一朵。远处的话呢，还有一个侧面的一朵，是吗？这儿的话呢，我们再加一朵，再加上一些小花苞一个含苞待放的。这边我们也是加上它一个小花苞。然后呢，我们还在哪儿加呢？这边我们也加上一个
侧面的，甚至说呢可以偏向于背面的，背面开放的一朵。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画面的一个聚散的变化啊。花朵呢，正面的要有，侧面的要有，背面的也要有，小花苞也要有。对吧？看整体的一个画面的趋势的话呢，这两组花啊非常多，非常密，然后其他的这两组呢，这几组都是比较零散的，有聚有散。那么怎么让它更加密集一些呢？我们可以把这两组啊做一个搭接关系啊。从这儿看这儿，如果说不加这一个的话，这两组是独立的，这边一组，这边一组是独立的。那么加上这一朵花之后呢，这两组啊，感觉啊退远了之后，感觉这一大组了，对吧？它变成了一大组，那么整体的一个聚散变化呢更加明显了。这边整体是密的，这边的话呢整体是稀疏，是零散的，疏密关系就拉得更开了。那么我们在平常在画画的时候呢，要想着这些变化，要想着这些规律，包括大家临摹这幅作品的时候也是一样。临的不是这幅画一笔一画去照抄，而是呢临的这幅画我刚刚讲的那些方法，讲的那些规律啊，把这个方法如果说能掌握住之后，那么可以运用在所有的一些木本的画绘当中啊，甚至说呢运用这些方法，那么大家呢是可以自由的去创作一幅啊，自由的去构图一幅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刻画细节啊，加上它的一些花蕊啊，加上它的一些花托呀。调一个胭脂颜色啊，里面呢加点墨，胭脂加墨去画它。画的时候就简单了，就是画细节的话呢，就是一点一点去刻画它。中间一个雌蕊啊，周围的话呢是这些蕊丝。画花蕊的话呢很关键。啊，因为这个花蕊呢，它决定了一个花朵的一个朝向啊，就像这朵花，如果说把它加上花托，那么它是背面的；加上花蕊，它就是正面的，对不对？这朵花也是一样，把这儿加上花托，它就是朝后面开的。那如果说这儿我加上一个花蕊啊，比方说我这儿我想加一个花蕊，那加上花蕊之后呢，给人感觉是什么样的？给人感觉的话呢，它是从后面长出去的一个枝儿，然后呢，都是朝我们这个方向，都是朝正面开放的。但只不过呢，这个花呀，它在后面被挡住了一部分。所以说呢，我们在画的时候，不同的花蕊的朝向决定了这朵花朵的一个朝向啊，决定了花朵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花蕊的话呢，不要含糊，细心调整它。想让这朵花朝哪个方向长，那么我们在画花蕊的时候呢，方向要把控好，要把控对。这边呢就是一些花托啊。那这边的话呢，我们由于啊，你看这朵花的话呢，怎么画呢？这朵花枝干啊裸露在外面的，所以说呢，我们直接啊干脆就把它呀画成一个朝背面开的一朵就可以了。朝背面开的，还露出一些小的花蕊，显得又比较生动，又比较好看。这边啊是一个，也是朝背面开的一朵，这边的话呢也是一样啊，朝背面。这后面这一朵的话呢，看这朵朝背面了，我们这一朵就不要让它朝背面了。这一朵的话呢，我们就画一个正面的。那这朵正面的从哪儿长出来的呀？不用管它啊，为啥不用管呢？因为这边很密集，这个枝干啊，可能是从这个枝干上长出去的，对吧？可能是从这个枝干啊，又从后面长出去的，给人一种联想感是没有问题的。它和花紧贴在一起的，所以说它的后面的枝干呢，我们是看不到的，给观者的感受呢，他也看不到。所以说呢，观者会想象，这朵花从哪儿长出来的呀？
对吧？这朵花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啊？一看哦，正面的啊，原来它这儿应该是有一个枝干的，所以说呢，让人产生一定的联想，那么画面呢会显得更加生动一些。有时候画面，我们中国画面呢经常讲究留白，有时候呢我们一些绘画的技巧啊，也可以让观者去猜想一下。这样的一些小的细节、小的效果，反而呢会给人一种耐人寻味的感觉。如果说每个地方都交代非常清楚，出现的效果呢是给人那种非常细腻的感觉，但是呢意境感会少一点。好，那这样的话呢，这幅作品嘛，画到这儿的话呢，就基本上可以告一段落啊。当然呢，你比方说我们可以加上一些胎点，胎点的画法呢，就是增加一个枝干的一个力量感啊，也是增加画面的一个聚散感。比方说像这些地方，我感觉有点稀疏，那么通过呢一些这个胎点啊，可以用这个胭脂加墨啊。点上一些胎点，让这一块变得更加密集啊，变得更加的密。然后像这些地方呢，加上一些简单的胎点，那就是太稀疏的地方呢，也稍微加上一点，不要加太多。其实就是在找一个画面的一个感觉啊。这些胎点的话呢，大家可以想在哪儿点就在哪儿点啊，只要不点的平均，只要点的有变化。有些地方胎点点色，有些地方呢点2个，有些地方1个，是吗？根据自己的心情去点，想在哪儿画就在哪儿画，啊，大胆去画它就行。好，那这样一幅梅花的作品嘛，我们就可以结束了啊。当然题上字，我们题字的话呢，可以题在这边啊，这边，以及呢这边都可以，这边不太好看，因为题在这边的话呢，有一个枝干是朝这边的一个趋势，包括这些枝干都是朝这儿走的，题在这儿之后呢，会有点把气势啊都给堵住了。啊，如果说没有这个枝干，题在这儿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那题字的话呢，题在这边啊，没问题，或者题在这儿啊，都是可以的。选择其中一处去题它就行。题长块的话啊，题很多字的话，这儿会更合适。题一些简单的题块的话呢，题在这边啊会更合适。那么至于题字的一些方案，关于题字的一些方案的话呢，更多的情况下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审美观点，要尝试，要思考一下题在哪个位置，画面会变得更加好看，那么就题在那个位置。要相信自己的审美。有时候呢，我们很多朋友啊，学国画的时候呢，不自信啊，容易丢掉自己的一个审美。那么我们大家学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呢都能真正的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独有的审美。这样的话呢，最后啊，大家才能走出自己的风格。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呢，去做成自己的副业呀，或者是呢也去开班授课呀，那么有自己的风格的话呢，有自己的一个绘画思想的话，那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加分项的。好，那么这节课呀，我们就先讲到这里。